在日前，解放军持续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25号在一场演说中重申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所谓决心。同时，美国又宣布联手近30个国家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参演国家和投入兵力规模均创新高。虽然美国此前扬言要邀请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但最终却没敢落实。透露什么讯息？ 美国海军22号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于6月26号登场，并持续至8月2号，主题为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据悉，今年环太军演共29个国家参与，将出动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舰、14国陆军部队以及150多架飞机，参与人员超过2万5千名，参演国家、舰艇和陆军部队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军演2年举行一次。相比2022年的演习，此次新增比利时、巴西和意大利3国，其余26国此前都曾参加，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印尼、以色列等国。 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国。这其中既有美国的亲密盟友、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澳英美3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员国，也有不少南海、台海周边国家。 美军第3舰队司令迈克尔·博伊尔中将将担任此次演习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而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的军官和防务人员也都在演习中担任指挥任务。按照以往惯例，演习内容将包括反舰、反潜、反水雷、2栖登陆作战、海上机动、防空演习以及海上拦截与登舰检查、海上救援、爆炸物处置等。 美国海军新闻稿指出，此次演习旨在利用参演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实现各自国家目标，增强国际联合部队吓阻和击败主要大国的所谓侵略能力。 观察指，从美方通稿来看，印太地区无疑是此次军演的一大重点。而由于该地区并非像北约一样存在固定机制，因此环太演习则成为美国与其盟友在该地区培养所谓默契的绝佳契机。由此看来，本次环太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虽多次表明意愿，希望参与军演，最终仍被排除在外。 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的戈德斯坦对美媒分析，当前中美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博弈日趋激烈，适逢美国大选年，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方面产生错误解读，让台当局对美军所谓协防衍生过度期待。此外，若真邀请台湾方面加入环太军演，也会令其他参与国十分为难。 值得警惕的是，就在宣布今年环太军演消息后，美国随即联合日本于24号，也就是解放军开展围岛演训的同一天，也宣布将在6月开展名为“英勇之盾”的联合演习。 日本防卫省透露，此次“英勇之盾”军演时间为6月7号至18号，自卫队将有约4000人参加。美军与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使用日本国内9个都道县的设施，开展各种训练。日本防卫相木原人表示，参加演习并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努力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伙伴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 英勇之盾系列演习是美国2年一次的实地训练演习，重点在多域环境中进行跨军种、跨地域的联合训练，强化太平洋地区各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是美军在印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演练。该演习在2006年首次开展，今年为第10届。从往届情况来看，英勇之盾演习完全由美军部队参与，今年首次有外国军队加入。 同时，美国在印太地区拼凑排他性小圈子，拉拢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也日益明显。本月初，美日澳3国防长在夏威夷举行3方会谈，签署了推进先进技术领域合作的协议，并商定将在今后2年进行 F-35联合训练。而就在上个月，美国与菲律宾刚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动员超1.6万人，打破了历史规模。此外，参演国
也进行了扩容，除美菲人员外，还包括大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派观察员参与军演。美国近年来顽固推进其大国竞争战略，不断强化美日美澳等军事同盟，不断挑动地区局势升级。这些例行性的隔年军演以及其他年度性军演，实际上是美国多年来精心策划的对抗性演习必然会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世界局势。在解放军举行围台军演之际，美国宣布将在6月举行环太2024军演，据悉演习阵容将比以往历届都要强大。那么，对于美军此时宣布将举行环太军演的用意，您是如何看？好的，梅西，2年1届的环太军演又来了。东道主美国人会为每一届环太军演设定一个响亮的 slogan， 今年的口号是“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你细品一下这个口径。为谁整合，又是为何做好准备呢？是不是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感觉了？本届环太军演的参演阵容创下历年之最，共有29个国家派出海空兵力参演，其中甚至还包含了像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以色列等域外国家。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些国家的核心利益根本就不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个别带有前殖民地色彩的岛屿根本就上不得台面。那么好了，他们为何还是派出兵力参加环太军演呢？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说得更直白些，将所谓印太地区北约化，并不是一句空话大话，美国是扎扎实实在推进的。环太军演作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科目最多的海空兵力演习，应该可以视为美国海上霸权的重要展示舞台。环太军演在收尾阶段总会安排一个全体参演兵力列阵编队航行的大航拍环节，谁家的军舰走在最前面呢？当然就是东道主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了。要说宣传，美国人可历来是不惜重金的，声势浩大，有板有眼。那么环太军演到底在演什么呢？冷战时期，环太军演1年1次，虽然说是海上反恐，但是你想在太平洋哪个角落能找到这么一群强大的海盗，能让这些国家出动那么庞大的舰队去清剿呢？当然，针对的是苏联呢。苏联解体之后，环太军演变成了2年1届，一度也面临着所谓无敌最是寂寞的窘境，找不到对手了。可是随着某个东方大国的崛起，美国人眼前一亮，就你了，中国。我曾跟随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全程参加环太2016的军演。我详细阅读了那一次演习的导演部的作战响定方案。我跟美军的新闻官开玩笑称，方案里的这个假想敌真强大，居然能让中美2个太平洋域内的大国携起手来，该不会是外星人吧？当时演习方案里的假想敌是一个名叫格里芬的太平洋岛国，它发生了军事政变，并且对周边国家发起了军事威胁。环太联军的目标就是围堵这个岛国，争夺制海权、制空权，然后以2栖登陆的方式军事介入。我想，环太军演这一眨眼过去了那么多届，他的方案几经修改，假想敌的名字换了一个是又一个，但他要模拟的场景都不会是凭空想象，它可能是中日之间围绕东海岛屿的争夺，也可以是中非之间在南海相关海域的冲突，当然也可能是台海局势发生的惊涛骇浪。但是这个假想敌一定会是中国吗？我想恐怕也并不一定。毕竟环太军演的诸多参演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都很不错，他们或许可以在美军的指挥下，在一场演习中进攻一个名叫所谓格里芬的虚拟国家，但却很难在一场真正的战争中登上美国驶向中国的战车。美国固然是想要通过一次次演习将这些国家绑定在一起，可是美国终究没能回答一个终极拷问，那就是与中国开战，大家又能讨到什么好处呢？